听着，所谓远古凶兽，冷酷无情，目光凶厉，它们有着神秘且优雅的微笑，与看上去就很聪明的神情。仔细一瞥，眉眼间那熟悉的气质，隐隐透露出一股分分钟拆完你家的桀骜不驯。如果细看这副表情，总感觉缺了点东西。是你，鸟之奇。这只看上去狗里狗气的巨鸟，名叫金头冠。当然，它还有一个非常贴切且优美的英文名 Shoebill， 简称 S。身为世界上头最大的凶猛涉禽，它的猎物个个都是重量级，比如鲢鱼、肺鱼，甚至是小鳄鱼。凭借着鞋长38号的巨大鸟喙，金头冠可以施展高深莫测的捕猎技巧。先是死亡凝视，继而大鹏展翅，最后深情鞠躬，发动死亡突刺。此招威力恐怖如斯，就是可能要多试一试。这一次目标就在眼前，凭借着金头冠左眼放哨、右眼站岗的绝佳视力，此次必然万无一失。等等，听我解释。抛开现实不谈，我认为金头冠此般定是为沼泽疏通淤泥，清理水底垃圾，继而打造绿色生态，实现可持续性，竭泽而渔。事料振翅去，深藏功与名，如此格局令人唏嘘。金头冠除了锄地这一本领，它还有着非比寻常的耐心。平日里，它会一动不动数个小时，试图将庞大的身躯完美融入环境。他坚信，只要自己不放弃，天上一定会掉馅饼。都说爱笑的小鸟运气不会太差，一只年幼的知巢鸟真的掉入了河里。这时，金头冠终于展现出了它恐怖的一面。那一天，知巢鸟回忆起了被巨鸟支配的恐惧，它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守在湖面，眼神犀利，蓦的感情。你要说它做事一根筋，它却能在关键时刻把握时机；但你要说它聪明，目标就在面前，它却死盯水面，痴痴地等待猎物自己掉下去。如此心性，可谓是鸟界奇葩，万里无一。欢迎收看《神奇动物在哪里之儿童节篇》。沼泽里忙碌了一天的冠师傅回到了家，他要在饿没了外卖送达之前，照顾好这2个3周大的精神小伙。在妈妈的看护下，小家伙们胸有地弓，其乐融融。鉴于他们一出生就自带头重脚轻的种族天赋，所以直到现在他们都不会走路，但是可以鞠躬，很有风度。由于无法移动，金头冠妈妈必须每天给孩子们喂水。就在冠妈离开打水的时候，天真无邪的老大突然露出了和善的眼神与灿烂的笑容。老二只看了大哥一眼，横竖睡不着，那歪歪斜斜的脸上写满了2个字：吃惯。小鸟能有什么坏心眼呢？它只不过是想霸占父母全部的爱。老大只比老二大3天，体型却比老二大3圈，这足以说明一切。另一边，金头冠妈妈的嘴正以每口1000毫升进水量与每口800毫升出水量的标准打着水，而当他漱完口归来时，一眼就看见常威在打来福。此刻妈妈就在身前，但老大依旧嬉皮笑脸，没有丝毫惭愧。老二伤痕累累，费力爬到妈妈脚下寻找安慰，但妈妈的大长腿却没有丝毫犹豫，越过了他，径直走向了老大，缓缓俯下身子给他喂水。与此同时，金头冠爸爸送来了外卖，是一顿丰盛的全鱼宴。当然，这是单鸟套餐。老大随即一口吞下，甚至没有给弟弟留下丁点残羹剩饭。阳光下，一家3口其乐融融。草丛中，瘦弱的身影缓缓低下了头。在这个家里，弱小的孩子只是个赝品，要么虎虎生风，要么恍如隔世。金头冠的儿童节来自手足兄弟，而更多动物的劫难却来自于生存环境。在这个鸟刚生完蛋的乱石岗小区，居住着白颊黑雁一家。此地环境优美，空气清新，独特的空中楼阁设计，在确保没有天敌骚扰的同时，能带给住户们勇闯天涯般的刺激。唯一的缺点是，该小区没有楼梯，出门不费劲，费命。
这种小事对于会飞的黑雁父母来说不是问题，可对于这5只刚刚出生的黑雁宝宝来讲，这把高端局家徒四壁的鸟巢附近没有任何食物，饥肠辘辘的小燕子们今天必须要跨出那一步了。120米的高度像一条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，但这也是唯一的路。黑雁父母率先飞往山底做接应，他们通过叫声不断给予孩子们鼓励。现在这5只王牌飞行员已经准备就绪，渡劫仪式正式开启。没有犹豫，老大直接跃下，紧接着他努力伸展身体，拍打翅膀，尽可能地增加空气阻力，减少冲击，但陡峭的悬崖可不会让他们轻易落地。雁老二另辟蹊径，从较为平整的悬崖背面跃下，这样虽然可以减少碰撞，但很容易迷失在石缝里，没有父母的接应，极难活下去。第3只雁宝宝下定决心，奋力跃起，可事发突然，导致没有做好准备的老四从山壁滑了下去。慌乱无措的四弟在空中根本无法调整身形，加上他的位置离峭壁太近，猛烈的撞击让他在做出反应前陷入了昏迷。他甚至还没来得及为自己拼命，结局就已注定。老三的表现很棒，他用结实的肚子承受了大多数的撞击。身为目前表现最亮的崽，他仿佛拥有独特的气质。此刻，好消息是老三特别能滚，刚好滚到了母亲的怀里。坏消息是，老三特别能滚，直接掠过了母亲，往山脚滚去。此情此景，母亲束手无策，只能陪着他往山脚落去。现在只剩下最后1只雁宝宝了。没有脚印的光年，还在等着你出现。给我高高飞起来！这一次，母亲接住了他，不管小燕的名字在生死簿上闪了多少次，但此刻的他还顽强地存活于世。黑雁父母继续呼唤四散的孩子，翻滚了最多次且伤痕累累的老三听见了父母的声音，可他已经没有力气走到家人身边了。但好在他特别能滚，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，浑然天成，而且滚得不仅很圆润，还格外的准。在继续呼喊无果后，黑雁夫妇必须带着幸存的2只小雁去往安全的地方。如果叫声吸引来了捕食者，黑雁一家将全军覆没。就在他们匆忙赶路时，一只小可爱突然出现，是跳往悬崖背面的雁老二。他不仅存活了下来，还一路奔波，千里迢迢赶来会合。这样一来，5个孩子存活了3个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草原上，白颊黑雁一家抬好了队，准备迎接新的生活。